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练习过后的新种人类，请模仿地球人过日子。这是要讲什么呢？我们练习过后的人呐、其实稍微会跟地球人有一点不一样，可能鼻子会闻到别人没有闻到的味道，或者是耳朵听到别人没有听到的声音，又或者是眼睛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影像，或者是能量流之类的，或者是空气中的量子啊，那些就是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对了。那再加上你练习练习，你如果悟通很多道理的话，你对有一些人的意念或者是事件的来龙去脉，你也可以比较快用扫描的方式去知道对方的意图或者是事件的发展。那在这边要跟练习过后的人类说呢，当你练习到这个阶段，表示你已经算中阶了嘛，中阶来讲的话呢，那可能就会有个阶段会呈现什么样子，就是你可能比如说知道这个人的意图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很想要去揭穿他，你可能会很想要揭穿他，或者说就像我们有时候会印证啊，是一样的。那要跟大家讲，就是不要那么快去把对方的意图讲出来，因为当你有想要这么做的时候，那就代表一个欲望，想要就是一个欲望嘛。那今天他这个意念、这个意图，存在的时候，你不去干扰他，也就是说，他要做的一切跟你是没有太大关系的，你只是观看着他，然后他想要有这样的意图，想要有这样的意念，又或者你知道事件，你可能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，那你也不要这么快的去讲出来。当你有想要去讲出来，这也是个欲望，这也是个欲望。为什么要跟大家这么说？因为当你知道一个人的意图或是想法的时候，又或者你知道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就是大框架你都看懂了，然后你却很想要去跟这个人，比如说你想跟 A 讲，怎么样做你可以更好，我大概知道会怎么样，我觉得你应该要这么做才是对的。你等于在影响那一个人，你在影响那一个人。可是当你还没有活好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却用你的方法去影响他，其实是不太 OK 的，了解吗？事件也是一样，如果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会被发生了，现在的我不会说，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你们要学习，当你们知道之后，你们也要学习不要说，因为这件事情你说出来了，如果这件事情是好的，那还好，没有太大关系。那如果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 OK 的，人类其实是没有那个勇气去承担你所讲的那些不好的，但我所谓的没有勇气，没有办法承担，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就是会被发生嘛，我们自己知道，只是我们看在前面。那你讲出来之后，这些人类会觉得你让这件事情变成这样。那如果你又让地球人知道你有在练习，地球人是会觉得我们这种人是就是怎么讲啊？好，本来这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，但是结果是不 OK 的，那地球人可能就会怪罪你说，哎，你是不是把这件事情想成这样，然后让这件事情变得这么糟糕？其实不是的，其实不是，所以免得自己承担太多不必要的人类对你的罪，就是怪罪，所以你要学习闭嘴，然后再来。如果说好，你今天帮助人类，你看到很多事情，然后你跟他讲一次 OK，就是你一次讲了准确，而第二次讲了准确，然后人类就会有一种心态，就是很多事情当他自己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，他就依赖着你，然后你就要
这样跟他说。那当他依赖你的时候，很抱歉，他的人生就不是掌控在他自己手上。那其实不是等于帮人类，这样的做法不是帮人类。我们要帮人类的话，其实是让他自己活好他自己，让他自己勇敢的去接受一切，然后勇敢的去做决定，然后勇敢的去执行，而不是我们练习到中阶或是进阶的人看到了始末，然后跟他说你这样做才是对的，或者说你这样做才更好，你应该怎么，就是你不要跟人类讲太多，一切都是自己练习就好，自己练习就好。你的一切放在心里面去印证就好了，你放在心里去印证就好。你要为人类做的是什么事情？导正他们活得像自己，导正他们拿出他们该有的勇气，导正他们接受每一个事情的到来，或者是不好的结果，就是接受，而不要讲太多。也就是说，练习过后的人可能会觉得很兴奋，我可能稍微会了什么，然后我懂了什么，然后开始就会想要用讲出来的方式帮助人类。但是讲出来这件事情要跟各位说，当你有想要讲出来说，就代表你有个欲望，这样子呢，你在练习路上也容易走偏，因为你也会想要知道说我怎么样练可以把自己练得更好，然后练得更准，就是把事情看得更透彻。你会想要这样练，但是这样的练的方向是错的，懂吗？就是说，你很想要说的时候，你很想告诉人类怎么样的时候，这样的练习方法其实会让你自己在练习路上偏掉，比较容易偏掉。所以要拉正。当你进步到可以透析人类、透析事件的时候，麻烦你学会放在心里印证，然后不要去说，不要去跟人类说，也不要戳破事件。所以你如果说，就好像我们在教导人家好了，你是要教他钓鱼嘛，而不是直接把鱼抓起来给他。你如果是直接把鱼抓起来给那个人，他虽然马上享受到那一条鱼，但他学不会，在人生的这一条路上他是学不会的。很多事情他本来就要亲身去体悟过，他才能感受那中间的酸甜苦辣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练习的人一路走来都有很多的酸甜苦辣，我们自己一关一关的破了之后，才懂得那个甜美嘛，才懂那个奥妙，就是神奇之处。抱歉。所以呢，你这样的去说，对人类没有帮助之外，可能还会导致你自己走偏了，练习的方向走偏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关卡啦，就是你进步到一个阶段，如何让自己学会不说，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蛮需要去思考一下，就是而且这个因为破关了嘛，会很兴奋，就是当然会，我中间也有个阶段也是这样，但是因为我走过来了，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，所以我用影片跟大家讲。那可能你走着，你走成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新种人类的时候，会忘记你当初很单纯的人，你是地球人还没变成新种人的时候，你忘了你那个当初的单纯，所以麻烦你要学一下地球人怎么生活的，假装你就是一个很纯正的地球人，但你不是，你是裹着地球人的外衣，但是新种人的灵魂，这样你们能够了解吗？稍微有一点点难懂，就是你1年级、2年级、3年级、4年级、5年级、6年级，如果你走到6年级的时候，虽然你已经有6年级的样子了，但是麻烦你们模仿一下，模仿那个1年级该有的那个生活行为，
不要去展现你6年级应该有的那个行为，就是尽量活好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处在地球人的社会嘛，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模仿好地球人生活，才能保证自己就是在练习这一条路上，第一不走偏，第二不会让地球人给你太多的怪罪，然后自己也可以就是再进阶的去做另外一个层面的练习。所以今天用这小小影片跟大家分享，去模仿地球人过日子，就这样啦。I love you，拜拜。